大家好，前一段时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查，闹得沸沸扬扬。今天咱不聊释永信的花边新闻，咱来聊聊少林寺。少林寺究竟是佛门净土，还是江湖帮会？是千年古刹，还是商业公司？那些江湖上的传言究竟是真是假？接下来我们将从佛学、武功、世俗3个方面扒一扒少林寺的历史。看看那个传说中神圣而又神秘的少林寺，到底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说起少林寺，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，那是达摩祖师面壁9年练成绝世神功的地方。但如果你穿越回北魏太和19年，在嵩山北路站一站，你会发现这里刚刚开工建寺，和尚们忙得满头是汗，寺前尘土飞扬，后山鸟鸣阵阵，可压根没有达摩这个人影。少林寺的出现要从北魏孝文帝说起。这位皇帝推行汉化改革，其中一项就是大力弘扬佛法，不仅自己虔诚信佛，还热衷于请海外高僧来做文化交流。当时有位印度高僧名叫跋陀，佛学造诣极高，在长安讲经，吸引了大批信众。孝文帝想，这样的高僧咱可得留住，于是命人在嵩山北路建寺，寺后是少室山，寺前是一片松林，因此取名少林寺，就是少室山下松树林里的寺。作为少林寺的开山住持，跋陀的日常不是练武功，而是带着弟子们苦修小乘佛教的四念处法门。他让大家天天观想身体不净，感受是苦，从而放下执念，安心禅修。这套方法在印度老家挺管用，但到了中原就显得有点水土不服。士族子弟娇生惯养，他们出家本想追求点精神超脱，结果天天被师父逼着思考肉身是臭皮囊，时间长了谁受得了？所以跋陀虽然也曾一度把少林寺搞得风生水起，但他圆寂后还是逐渐沉寂了下去。那么达摩呢？他既不是建寺人，也不是开山方丈，而是32年后才姗姗来迟。据史书记载，达摩原是南天竺的王子，弃位出家，修成禅法，一路辗转来到中国。初来乍到，他先去了当时的南朝梁国，拜会梁武帝萧衍。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爱佛教的皇帝，他造寺无数，供养僧人无数，甚至3次在同泰寺出家，让朝廷出钱把自己赎回来。这么虔诚，按理说与达摩应该一拍即合。然而两人会面却堪称历史上的尴尬名场面。梁武帝问达摩：“我造了这么多寺庙，供养这么多僧人，有多少功德啊？”达摩淡淡答道：“毫无功德。”梁武帝当场石化。他修的是有相布施，讲的是功德积累，而达摩讲的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对世俗功德不屑一顾。两人理念南辕北辙，自然聊不下去。达摩也知道得罪了皇帝是混不下去的，好在当年南北朝对峙，于是他离开健康，一路北上。传说他走到长江边，没船可渡，就随手找了根芦苇，踩着它飘过了长江，这就是一苇渡江的典故。听起来神通广大，不过正史里可没这回事，人家就是正常坐船渡江北上。抵达嵩山后，达摩住进少林寺旁的山洞，传说他面壁9年修闭关，专注冥想，以求明心见性。9年后，他将衣钵传给弟子慧可，禅宗自此在中原扎下根来。所以说，达摩是少林寺的明星讲师，但绝对不是建校校长。可是这位明星讲师却带动了少林寺整个教学风格的转变。达摩的教法与跋陀不同，他说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意思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佛性，不用天天死磕经书，也不用苦修苦行，只要悟透了就能成佛。这可比小乘佛教累世修行才能解脱的说法诱人多了。更妙的是禅宗的去中心化操作，跋陀传法得靠翻译佛经，讲解义理，门槛很高。达摩却主张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连大字不识的普通人都能学。当今少林寺常说自己是禅宗祖庭，这个说法倒是没错，达摩确实开了禅宗的头。不过真正让禅宗火遍天下的是六祖慧能。慧能大家不一定知道，但他那首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偈子大家都很熟悉，
这位大师可是个奇人，目不识丁却悟性极高。他在广东南华寺讲法，主张顿悟成佛，意思是只要心里想通了，瞬间就能成佛，不用天天死磕经书，甚至也不用像达摩那样面壁苦修。这理念太对老百姓胃口了，禅宗一下就火了。而少林寺这边主要传的是北宗禅法，讲究慢慢来，后来慢慢就没南宗那么风光了。不过到了宋代，大家又开始讲究正统，少林寺作为达摩传法的地方，禅宗祖庭的名号就牢牢坐稳了。但咱们得明白，禅宗有南北两宗，5家7宗，各有各的祖庭，就像一棵大树，少林寺是重要的根系，可后来枝繁叶茂，靠的是各地的养分。南华寺、径山寺、灵隐寺等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同样不容忽视。少林寺可并没有禅宗祖庭的唯一冠名权。说完了佛学，咱们来聊聊少林寺的另一个金字招牌——武功。一说到少林功夫，很多人脑子里马上就有了画面：18铜人阵、72绝技、金刚指、罗汉拳、扫地僧，仿佛天下武功都得先到少林寺打个卡，才能算得上是正宗。达摩被奉为少林武术的开山鼻祖。他面壁9年时，为了解决弟子们坐禅腿麻、手软的问题，创出了《易筋经》和《洗髓经》这2本内功宝典。据说练成之后，能筋骨异位，随如霜雪，飞檐走壁，如履平地。但当我们翻开历史典籍，却发现早期关于达摩的记载中，完全没有涉及武术的内容。在唐代《续高僧传》、宋代《景德传灯录》这些重要的僧传文献里，达摩的形象仅仅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传播者，一心弘扬佛法，与武术毫无瓜葛。所谓达摩所创的《易筋经》《洗髓经》，经清代学者考证是明代天启年间有人托名达摩所作，书中内容融合了诸多道家养生术，并非达摩的原作。如果达摩真会武功，为什么他的传人慧可、二祖神光他们都没留下半点武学痕迹呢？相反，达摩的禅法是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连佛法都不曾留下半个字，又怎么会写什么武功秘籍呢？这个传说纯粹是后人为了给少林功夫镀金，硬生生安在达摩头上的。达摩可能根本就是个功夫小白，他要是会功夫，当年在梁武帝面前表演一下，搞不好就留在南朝混饭吃了。澄清了达摩的武侠人设，咱们再来看少林功夫的真来历。少林寺建寺初期，和尚们忙着念经参禅，哪有时间练武啊？然而到了隋唐时期，天下大乱，寺庙常常被土匪、军阀盯上。嵩山地处中原要冲，少林寺占地广，香火旺，自然成了肥羊。为了自卫，僧人们开始习武，练的可不是什么金刚掌，而是最实用的家伙事儿：棍棒、刀枪，甚至农具改装的兵器。最早的记载见于唐初的碑文，寺僧们组成了僧兵队，帮地方官府打土匪、护寺产。唐高祖李渊曾下诏允许少林寺制僧兵，这就开了先河。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代，少林功夫才真正上了台面。说到这儿，就得提一提那段著名的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了。传说唐初，王世充在洛阳称帝，李世民率军讨伐，被围困在嵩山脚下。少林寺的13位武僧挺身而出，手持棍棒冲进敌阵，救出李世民，还帮他擒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。李世民登基后，大加封赏，赐田千顷，还御笔亲题了天下第一名刹的牌匾。这故事在武侠小说里被演绎的天花乱坠，什么棍阵如龙，一棍破千军。要说这个事儿，在历史上倒是确有其事，但没那么传奇。《旧唐书》的记载很简略，只说了僧兵筑唐，而据少林寺的《祖堂集》碑文记载，少林僧人擒获王仁泽的起因，并不是为了救唐王，而是为了夺回被占的田产。领头的僧人也不是专业武僧，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护寺队。这个事件奠定了少林功夫的声誉，但也说明了少林武功既不是为了参禅，也不是为了称霸江湖，而是起于自卫。这事以后，少林寺不仅得到了田产赏赐，官府还特许他们养僧兵，僧兵制度由此兴起，并一直延续到雍正年间。当然，平时和尚们还是以禅修为主，只有战乱时才拉队伍上阵。
这制度让少林功夫逐步体系化，从棍法扩展到拳、掌、腿，融合了中原武术的精华。元代时，少林寺邀请各地高手入寺交流，罗汉拳、洪拳等套路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，天下功夫出少林其实是误传，更准确的说法是天下功夫入少林。武术并非少林寺的发明创造，少林只是个熔炉，把民间武艺融进去，再传出去。但要说这时候的少林功夫有多厉害，那可也未必。明代，抗倭名将于大猷曾经到少林寺拜山踢馆，在见识了少林武僧的棍法之后，就发出了此寺以剑记名天下，乃传久而讹，真绝皆师矣的感叹。意思是说，少林寺名不副实，武功都是花架子。少林方丈小山上人很识货，当即派遣了2名年轻僧人，随于大猷到军中效力，学习武术。3年后，2人学成回山，并将所学武功传给4僧，从此少林武术才真正登上了高峰。后来少林僧兵参加抗倭战斗，又依据实战不断改进武功，创出一套实战版少林棍法。有记载说他们铁棍横扫，倭寇披靡。所以说少林武功是能打的，但这里的打指的是部队团队作战。如果你把他们拉到现代拳台上，跟 MMA 拳手来一场单人徒手搏斗，那可能还没摆好架势，就被一记直拳 KO 了。至于所谓的少林72绝技，倒也不完全是小说家杜撰。翻翻四指，你会发现它包括铁头功、铁臂功、金钟罩等，可这些多是夸张描述。铁头功就是头撞墙练硬度，金钟罩是耐打训练，没什么超自然。其实72在佛教中象征圆满，所谓的72义，更多是对少林武学种类繁多的一种概括，而非真的有72本武功秘籍。关于少林武术，还有一个流行词“禅武合一”，听起来玄之又玄，仿佛练武就是为了悟禅。其实这个词是清末民初受了武侠文化影响才诞生的。在古代，僧人练武和参禅是两码事，一个是生存技能，一个是修行法门。古代练武是为了打仗，一招一式真刀真枪，你去联系佛理，那敌人就送你去见佛祖了。但到了现代，尤其是释永信时代，把它包装成哲学概念，办武校、拍电影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但其实用武功谋利赚钱也不是释永信的独创，历史上少林功夫就已经世俗化了。接下来咱就来说说少林寺的世俗化。有人觉得少林寺在古代是与世无争的清净之地，出家人嘛，四大皆空，远离红尘，晨钟暮鼓，打坐念经，偶尔练练拳脚。但翻开历史，你会发现少林寺从建寺那天起就没跟世俗分开过。北魏孝文帝建少林寺，不是为了清修，而是为了利用佛教笼络民心，实现他的汉化工程。少林寺一建成就被赐了田产，成了皇家认证的寺庙。到了隋唐，少林寺更是一跃成为红人。先是隋文帝赏赐了百顷庄田、13棍僧的功绩，又换来了40顷田地和免税特权。少林寺从那时起就坐拥12000亩土地，成了穿着袈裟的大地主。元代，少林寺被封为天下第一名刹。少林住持福玉大和尚不光管着寺院，还兼着都僧省的官，管辖全国佛教事务，地位堪比国师。明代，皇帝们继续赐田赐匾，少林寺的财富越滚越大。到了清代，虽然康熙、雍正也给过赏赐，但少林寺也因卷入反清复明的事儿，几次被查，财富缩水，大不如前。可即便如此，寺庙靠香火、田租照样富得流油。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，少林寺从来不是与世无争，而是深嵌在统治秩序里，靠皇权和民间的供养，早就富甲一方。很多人认为少林寺的商业化是释永信搞出来的，他把寺庙变成了旅游景点加武术品牌，背离了佛门清净。他上任后，少林寺开办武术学校，养武僧团，拍电影，搞巡演，甚至注册了少林商标，卖起了少林药膏、少林禅茶。连少林寺这3个字都成了 IP， 授权给游戏公司、旅游公司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去年寺院光门票收入就达2.8个亿，更别提其他衍生品。
释永信还推动少林寺在海外开分院，澳大利亚、美国都有了少林禅修中心。这操作活脱脱一个少林集团大老板。近期释永信爆出丑闻，彻底把商业化的争议推上风口浪尖。很多人骂他把佛门变成商场，可少林寺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搞商业化，释永信还真不是头一个。从宋朝起，少林寺商业帝国已经开始构建。当时寺院在山下有良田百顷，山中采药制香，山门外还有茶肆、客栈、作坊，甚至开设山会，像庙会一样吸引商贩聚集收摊。少林寺已然成了松山脚下一块名副其实的商业飞地。元朝，少林寺武名渐盛，那时起，僧人们就意识到武术可以变现，于是有了卖艺募捐这一招。武僧下山表演棍法拳脚，顺带传授技艺，收取学费。到了明朝，少林寺更在外地开枝散叶，不少武师都是挂着少林正宗的牌子收徒，这和今天的加盟连锁没什么两样。虽然这些分号鱼龙混杂，但每年都会给祖庭送回一笔香火钱，算是加盟费。除了武术，少林寺还会利用佛教节日和宗教活动造势，每逢大法会或禅期，都能吸引大批香客和官员。这种活动一天收的香火钱，甚至相当于普通农户5年的收入。现在大家骂释永信搞商业化，毁了千年古刹的清誉，也让自己腐败犯戒。其实他不过是继承了老祖宗的手艺。要说区别，也不过是与时俱进，搞了数字化和海外分公司，本质上还是那套袈裟果算盘的老把戏。佛教讲出世，但寺庙从来没能真正离开俗世。田产、香火、捐尸、皇恩、商贸，这些是寺院赖以生存的柴米油盐，也是它得以延续1000年的护城河。少林寺历朝历代都在这条河上行舟，只是今天的船换成了市场经济的快艇。其实赚钱没问题，问题在于佛经教人断除贪嗔痴，放下功利，远离红尘，而大和尚们自己却拥抱欲望，走入红尘。这种割韭菜的冲突感，让人们对少林寺的商业化难以接受。释永信的功与过，其实都在这里。他让少林寺在俗世风光无限，但也让世人更清楚地看到佛门并不清净。或许真正的矛盾不在于释永信做了什么，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承认，少林寺从来就不是世外桃源，它只是红尘里的一个老字号而已。